停更了2个月，我今天又活回来了，我从我的重度抑郁里面活回来了。我之前没怎么跟大家细说过这个情况哈，就因为我自己的状态毕竟还没有调整好嘛。不过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了。其中的一个突破口呢，就是我学到了一条让我很受启发的思路哈，就是说人活着有2个意义，那第一个就是爱他人，另外一个就是分享知识。那我们所做的其他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在围绕这2个意义而服务的。这个事情我想明白了以后哈，确实对我这个抑郁有所缓解，可以说很大的一个缓解吧。当然哈，抑郁这东西它肯定不是说就一句话就能给它解决的，这个不现实。我很快也会跟大家细节解释一下我这重度抑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咱们说回这个抑郁的事情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怀疑你抑郁的话，或者说你身边有朋友抑郁的话，大家可以听听我的这个经历。肯定不是唯一的标准，这个是绝对的。不过可以帮大家判断一下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是不是有这趋势。因为很多时候他抑郁的人呢，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这种压抑、失落，而且又很疲惫的这种情绪的。他们当下自己这个认知是有一定混乱的。从他们的角度来说，他们其实非常难开口。今年呢是我抑郁的第9年，头几年呢，我只是觉得自己这个精神压力非常大。最重要的是哈，就不知道自己这种生活呢还要过多长时间，每天没有什么干活的体力，就是觉得很疲惫，做什么事情都提不太起兴趣。大概就在4年前，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现在合伙人，那他跟我说你应该去看一看医生，你这个状态它绝对不是很正常。当时我拿到诊断结果的时候，上面写着重度抑郁。我当时没有觉得很震惊，反而觉得有一种微微的这种解脱感，就觉得我终于知道自己这问题是在哪儿了当然，我觉得抑郁症这个东西，某种程度上也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义，这个双刃剑吧。我做影片这几年啊，老有朋友在底下留言，就跟我说你怎么不多笑一笑呢？其实说实话，我已经在笑了，只是看起来确实不太像。去年年初的时候，我本来觉得自己这个换了一个环境，搬了个家，然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也是很简单，我生活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。那这样呢，我这个抑郁状态就不会反复了。但现实并不是这样，我完全没有想到，今年竟然会成为我抑郁状况最严重的一年。我有时候会被问到，就是说 What do you do for fun？我一直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啊，我干什么都挺平静的。我觉得那是平静，但是其实那个状态就已经是不太对了。我完全没有察觉这个其实是一种对自己情绪的一种恐惧的状态，而且呢，这种状态大概从2、3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不断的这个加重的状况。睡眠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差，经常得去吃那个褪黑素才能睡着。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了想起来你会出去见人这件事情都哆嗦。直到大概2个月之前哈，有一天我就不管怎么睡，我也睡不着，吃褪黑素也睡不着。然后第2天早上我开车的时候呢，我反应也特别的慢，然后感觉差点就出事故。然后下午躺在床上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我胳膊也抬不动，然后整个人感觉也动不了。那个时候我脑子里确实是有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哈。强撑着那天晚上我打完了一通电话以后，我就真的没有力气去再干别的了。不过那次经历也确实是让我发现，就我必须从我的这个行为上去做出改变，去重新连一下我大脑里面这个神经链接。于是呢，我就下载了那种就是交友盲盒那种软件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你们别多想啊，就不是那种1对1的交友盲盒，就是那种可以把那个年龄相似的，然后5、6个陌生人聚在一块儿吃饭聊天的，就这么一个软件儿。然后我硬逼着自己去了几次以后呢，我这个 i 人，非常顺利的被几个艺人给领养了。你动太多了，我后期怎么给你挡脸？好麻烦的。然后也去美术馆遛弯啊，去吃好吃的。现在呢，我是正在去艺术博物馆的路上。我是一个平时比较有一点点自闭，你说内向也好，也是自闭也好吧，反正就是内向趋近于自闭的这么一个人，然后就会形成那种非常不好的这种恶性循环，就你越自闭越关在自己的一个笼子里面，然后就越自闭。所以现在就打破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，然后去一趟这个艺术博物馆，约了一个朋友，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。我以前一直觉得，抑郁这个状态它是一个可以自己通过逻辑分析明白的。后来，也是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抑郁它是一种情绪，是没有办法通过纯分析给解决明白的，就只有想办法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脑回路啊，受到的一些这个外界刺激不太一样的话，可能会让自己
精神重新振奋起来。天哪，这全是丝袜，粉丝福利吗？啊，不是，又不是我穿丝袜，我怎么觉得今天有好几段都得掐了呢？然后神奇的事情就是说，我17年没有聊过天的一个好朋友，小时候的好朋友，有一天突然给我打过电话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有一天你难受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就是因为如果人在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只要你还有一通电话可以打，就说明你这路还没有走死。我当时在逛超市，我听到这个话以后，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喷涌而出。但是也突然就感觉我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差，就没有卡的那么死。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其实生活中的爱还是很多的，但是就是长时间在这个压抑的环境里面，会让你非常习惯于这种不高兴的状态。结果这个不高兴的状态就成为了一种舒适区，以至于到后来你就会感觉就整个世界都把你抛弃了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然后大概在半个多月之前吧，我短暂的飞到了湾区，就除了分享一些自己的这个行业经验以外呢，也见了一些新朋友，见了一些老朋友，甚至还学会了怎么给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喂奶换尿布，就也是收获了一个全新的技能吧。反正楼主，你现在被投在大屏幕上是什么感觉？真的太恶劣了，你知道吗？杀人诛心。那另外呢，我也去了解了很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思维体系，也发现了很多时候啊，就我们需要去面对的，其实就是内心里面的那种恐惧，就对失败的恐惧，对丧失安全感的恐惧，对于痛苦经历的那种恐惧。那还有就是明知无常才是常态，但又非常想让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就那种执着。那这种执着和恐惧的这个纠缠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常会守着过去的痛苦去恐惧。外面这车怎么这么大声啊？守着过去的痛苦去恐惧还没有发生的未来，牺牲掉的就是当下那份心里面的那种宁静、坚定和一种勇气。那最终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情绪的奴隶。以前活在当下哈，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但是现在我自己的经验就是，想要活在当下，首先先要去接受和拥抱世事无常，爱他人，分享知识就是意义，其他的都可以留给时间去解决。如果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呢，生命没有什么起落，全是惊喜。我这个话说的就有点讽刺感但是确实这么回事儿，就完全字面意思。这2个月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知道什么叫高兴了。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高兴，我以前就觉得不高兴是一个常态，高兴不知道什么叫高兴。那现在我就知道我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觉得高兴我的情绪，像我以前的话2个月之前，我有一些情感，有一些情绪，我根本就不敢表达出来，我自己会在脑子里面去自我否定这些情感，去觉得这些情绪就需要被控制住，或者这些情感需要被控制住。但是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。你其实就是一种恐惧在压制你去体验这种情感和情绪。时间长了以后，就会把你挤压到一个不得不爆发、压力爆发的这么一个点，那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自己情绪不受控。但是现在我知道怎么样去控制我的情绪了。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好，我不会去逃避它，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人会有的一些体验而已。我不要做我自己情绪的奴隶，我要跟我的情绪、跟我的情感去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。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。这确实是一个技巧，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可以学会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去学习、需要去锻炼的。哪怕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去调节、去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，我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，去练习自己的这个控制能力。当然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那种人，很暴躁，我从来都不是这样一个人。我只是需要再更好的去调节它，去疏导它，这样它就不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压力，反而成了一种我人生的一种体验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。还有一个就是抑郁倾向的人经常会自我怀疑，产生这种自我价值的这种否定。那这件事情我自己这2个月的感受就是，首先我自己放松下来以后，我才可以去跟世界进行一个真诚的一个碰撞。碰撞的过程中会触发我一些情绪，比如说这个情绪可能是焦虑，可能是说紧张，可能是说恐慌，可能是说痛苦，可能是说嫉妒。但是现在呢，由于放松下来了，是真的把这种
情绪当做一种信息，把它利用起来的话，就会发现哦，原来我自己的问题在这儿。那这些外界对我们的期待，在我们想去完成这些期待的同时，也给我们这种莫大的一种压力，让我们自己去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的怨恨，就是说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东西？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些情绪，我们必须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应得的。这么说不好听，但是更可怕的是，如果我们得到这些情绪，我们又不去反省，我们只是在去埋怨为什么外界这么对我的话，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进行一个改进。所以这个也是我这2个月学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门课吧。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中竟然会有这样的2个月，这2个月让我看待我自己和看待世界的角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很神奇吧？我竟然在抑郁了9年之后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，也非常感谢这1年，给了我很多耐心、接纳、支持和理解的人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耐心、接纳、支持和理解的话，我不可能，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决定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转变。我也知道自己在跟他人产生交集的一些过程中，在人成长和改变的过程中，就是会跟有一些人走散，大家也肯定都有这种经历。所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会心存感激吧。其他的就只能留给时间去解决了。当然了，我分享这些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。每个人的情况肯定会不太一样，我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呀、修复和改变自己的这个过程中。不过谁又不是呢？咱说了这么多，就关于我自己的这个抑郁状况，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比较自信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下定决心去要做出一个改变的话呢，那这个改变、这个决定就一定会被执行下去。今年呢是我抑郁的第9年，也是最后1年。不过这次我是不仅活过来了哈，我还要做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节目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就我呢，作为有影视制片背景的这样一个金融财经类内容创作者，也是私人股权项目的合伙人，都对什么东西感兴趣、好奇什么东西，又找到了哪些好玩的资料。我不想装的好像是我什么都懂一样，就因为这个确实它也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。就我跟大家也一样嘛，也是要去问朋友、问同行，不断的去收集信息，然后最终去得到一个结论。那我新做的这影片呢，是关于美国情报机构都是怎么投资的他们都投资了一些什么东西。那这一期呢已经发布了，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哈，就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把链接搁在屏幕的某个位置，然后描述栏里面我也会放一个。那如果看影片的你正好也抑郁，那希望我这期影片能给你的生活透出那么一点点光吧。